中国铁饭碗塌了，大学老师发不出工资了。从高校到公务员，中国的体制幻觉正在崩塌。财政断崖，当国家没钱了，一切幻觉都要清算。财政的裂缝，从基层公务员的津贴开始，到高校老师的饭卡补贴、学生的奖学金，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扩大。从2024年底开始，青岛大学的财政就频频传出问题。老师们的课时费从疫情前的50元一节降到了8元甚至10元，科研经费需要老师先垫钱，研究生补助延迟发放，连艾斯维尔数据库的订阅都停了半年。青岛大学不是个例。河北某市属大学年轻教师发帖称，入职半年工资拖了2个月，安家费一直没发，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四川、广西、河南，一张高校降薪地图正在迅速蔓延。江西财经大学一名老师透露，以前每月8000元，现在到手6900元，年终奖从1、2万变成没有，饭卡补助没了，绩效也打折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课时挂钩制成为压垮教师的新枷锁。上课不够就没有课时费，学生不多，课也不让开。结果副教授1个月拿5000元，还得拼命讨副业。山东省经济最好的就是青岛，连青岛都发不出工资，说明整个省都出问题了。一名教育人士直言，青岛是外贸城市，2024年外贸数据暴跌。据海关总署数据，青岛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 38%， 对欧盟出口下降 31%。这意味着地方财政赖以生存的外贸税收和土地财政同时枯竭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6.5%， 土地出让金收入暴跌超 20%。 对地方政府而言，这就是断粮。一旦财政崩塌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事业单位，因为他们没权没势。公务员可以先保，教师只能靠边站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体制内是中国人最坚固的避风港。公务员、教师、事业编意味着稳定和尊严。可如今，所谓的铁饭碗正生锈破裂。河南、山东、广东多地，公务员与教师工资被拖欠，津贴削减，只剩基本工资。河南省郑州市多名基层公务员爆料，他们的月薪从原本的5000元降到3000元，而且常常延迟发放。退休教师贾灵民坦言，他们财政紧张，去年就开始拖，基本工资也就是3000左右。这些数字背后的真相冷得像铁。房地产暴雷，土地财政崩盘，政府没钱，制造业外迁，外贸断流，税收下滑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.8%， 制造业 PMI 连续8个月低于荣枯线。地方政府靠什么发工资？靠土地，靠企业，靠税收。如今3根支柱全断了，财政危机已经不再是传言。财政紧缩的逻辑很简单，先保权力，后保民生。政府要优先支付行政系统的运行经费、安保费用、宣传支出，最后才轮到教师、医生、基层公务员。根据财政支出结构报告数据，2024年全国公共安全支出同比增长 11.2%， 而教育支出仅增长 1.8%。换句话说，越没钱的地方，越优先保维稳。这就是专家所说的那条特权生物链。体制越高层的人越安全，越靠下的人越容易被抛弃。政府从来不是保护你，而是利用你。财政紧的时候，最先牺牲的就是最老实的一群人。一名大学教师苦笑着说，在这个特权金字塔里，教师、医生、基层公务员成了最后的燃料。在中国，这几年最刺耳的一句话是，财政真的没钱了。
这不是段子，也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一个接一个赤裸的事实。从青岛大学的宿管，到河南的公务员，再到云南的区级机关，工资、津贴、年终奖、科研费，像被抽走血的身体，一点点发凉。一位云南公务员透露，我们单位从去年年底开始，连续3个月只发了基本工资，绩效奖金、加班费全部取消。要知道，这些都是体制内的人，曾经他们代表的是稳定和安全，如今却成了中国经济衰退的第一批受害者。据财政部202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，全国地方财政赤字总额逼近5.8万亿元人民币，创历史新高。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再降 24.3%， 仅相当于2019年的一半。过去，地方政府的血液来自土地财政，卖地的钱。可是房价跌了，开发商跑路了，谁还接盘？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30.8%， 房地产相关税收减少超过8000亿元。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早已捉襟见肘。一名地方财政干部无奈地说：“上面不拨钱，下面没税收，公务员工资都得排队。”当年喊着“稳就业、稳增长”的口号，如今成了笑话。因为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，稳定这2个字还有什么意义？过去几年，中国经济就像被慢性抽血，外贸订单断裂，外资撤离，民企破产，消费低迷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出口总额同比下跌 12.5%， 外资流出金额超过3800亿美元，为近10年最高。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再度飙升至 21.6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经济下滑，财政紧缩，工资拖欠，消费萎缩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死循环。更可怕的是，政府没有止血的办法，只能转向削支出。削谁？当然不是削上头，而是削底层。削教育经费，削医疗补贴，削科研项目，削助学金。大学穷，医生穷，公务员穷，工人穷，最后整个社会都穷。当工资发不出，奖金打折，人们的情绪就会溢出。从浙江乌镇的升迪光电罢工开始，到广东、四川、山东的工厂抗议，讨薪成了最敏感又最普遍的词。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，仅在社交平台曝光的工人集体讨薪事件就超过300起。我们1000多名员工去政府抗议，工资半年没发。一名升迪光电工人告诉记者。然而，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今天的中国，闹不一定能拿到钱，不闹至少还能活下去。这种压抑的情绪正在蔓延到体制内，高校老师不敢发声，公务员只敢匿名抱怨。一位中部省份的县级干部说：“工资发不出，补贴没了，但不能说了就思想有问题。”中国社会的运作靠的是一种信任幻觉，公务员是稳定的，大学是体面的，政府是可靠的。可一旦财政破产，这一切信任都将崩塌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，通通靠财政拨款。财政断流，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失灵。从青岛大学的数据库停定，到河南的教师欠薪，到公务员只拿基本工资，这不是单点崩坏，而是一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坍塌。人们开始怀疑，政府的钱去哪了？为什么维稳经费还在涨，老师的工资却降了？根据中国财政部2024年数据，全国公共安全支出高达 2.3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2%， 而教育支出仅增长 1.8%， 医疗卫生支出甚至下降了 0.6%。 这就是优先级的答案。政府要先维稳，再救民。可一旦民生崩塌，稳定还剩几天？讽刺的是，2024年到2025年，
中国考公人数创下历史新高，高达1600万人报名。年轻人把体制内当作最后的安全岛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个避风港正在下沉。今年考上公务员，工资2个月没发，绩效全砍，我现在还得兼职做外卖。这是某地乡镇公务员在社交媒体上的自述。当公务员都要靠副业糊口，当大学老师为了养家卖保险，当研究生因为劳务费拖欠交不起学费，所谓的体制保障就成了笑话。这场财政危机让无数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体制不是保护伞，而是同样被榨干的韭菜田。财政是任何国家的命脉，它能养军队、保公务员、办教育、稳社会。但当财政不再运转，一切秩序都只是幻想。中国的危机并不是 GDP 的增速下降，而是政府收入结构彻底塌陷。土地财政崩了，外贸税收断了，消费税不足，企业利润枯竭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中国2025年财政赤字率将突破 GDP 的 7%， 这意味着地方债、隐性债将全面失控。已经有省份靠借钱发工资，靠城投公司卖资产。一个财政专家直言，财政危机不是未来的风险，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。教师、医生、公务员这3类曾经被视为体制底盘的人，如今成了这场衰退的第一批牺牲品。他们没权、没势、没声音。当财政断供，他们就是被抛弃的那一层。中国这种体制是一条食物链，上面的人永远吃肉，下面的人只能挨饿。